去逃荒吧。若是把我们大房留在村子里，我们还怎么活呀？给我放手！你们几个拖油瓶，跟我们去逃荒，还不害死我们？娘亲本来就生着病，弟弟妹妹还都这么小，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呀？我呸！什么东西都拿不了不说，还得照顾你们。你跟着我们，二房和我们才是真活不下去了。滚开！别在这碍事儿。要真活不下去，就一头撞死算了。一棉，你没事吧？一棉，王凤琴，你就跟你这3个孩子一起留在杏花村吧，就是跟去逃荒也活不了多久，就在村里等死好了。银子藏哪儿呢？快交出来！左右你们也花不出去，不如给我。我才不给你！你这个老妖婆，你还我姐姐！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找死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！江一棉被耳边嘈杂的声音吵得皱了皱眉，刚睁开眼睛就被那要落下的板凳给吓了一跳，起身就朝吴婆子扑了过去。哎呦啊！我的腰啊！江一棉这会儿才没空去理会对方的震惊呢，他只是打量着眼前的屋子和一旁的几个人，一时只觉得头痛欲裂。是了，他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一个爹爹失踪、大哥被抓了壮丁、爷不疼奶不爱的小可怜儿。眼下就是逃命的紧要关头了，爷奶和二房的人却想丢下他们自己去逃荒，让他们大房的留在村里自生自灭。看着身边小的小，病的病，一时只觉得有些无奈。大房的这几个人就是跟着去逃荒，估计也会死在那半路上。先不提那些叛军会不会对老百姓动手，就是那四处逃荒的人也会挑软柿子下手。没有一个男丁能在漫漫逃荒路上活下来，基本是不可能的，就更别提路上能不能吃饱，会不会被饿死了。逃荒路上可不会有什么人情味儿，他们大房的若是在其中成了拖累，也一定会被村长给丢下来。喂，老婆子，你还没找到大房的银子藏在哪儿吗？赶紧走了，村长已经带着不少人走了，我们赶紧跟上，可不能掉了队呀！老头子，救命啊！江一棉，你这个死丫头干什么呢？我们是去逃命，又不是去赶集，带上你们大房这4个拖油瓶还怎么活下去呀？哎，你们就在村里躲着就算了，指不定躲过这场灾乱就活下来了。赶紧放了你奶，别耽误我们时间。江一棉却只当没听见，他扫了眼院子里停放的板车，那小小的板车上堆放着各种东西，大包小包塞得满满当当。这是打算什么都不给他们大房留了？哼，这算盘打得真是好啊！给我们留下一半的粮食，不然我现在就宰了他！一姐，你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放了你奶！那粮食是我们逃荒路上吃的，哪能给你？赶紧！我的脖子！哎呦，老头子，快给！这死丫头是真要我老婆子的命啊！大房子，你还不赶快管教管教你的女儿？如今她都敢对她亲奶奶动手了，以后岂不是还要翻了天？你们都想让我们在这儿等死了，我女儿就是翻了天又如何？她在江家任劳任怨这么久，每天干的活都是最多的，可分的吃食是最少的不说，如今连逃命公婆都不愿意带上他们，她的心早就死了。看来大房是来真的了。去，把粮食卸下来一半，快去！江一棉让小野去查看一番，确定是粮食，才说：你们现在先出去，把那个板车也给带走，我一会儿把人给你们丢出去。见沈老头也出了院子，一到院门口，江一棉就迅速把人丢了出去，反手又关上了院门。随后他整个人都失去了力气，跌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江一棉摇摇头，只觉得这副身子弱得可怜，老天爷真是待他不薄啊！穿越到逃荒前不说，却连个好身板都不给他。王凤琴因为刚才那一遭哭喊，整个人都虚弱得厉害。江一棉连忙上前把人扶了起来，
趁机给对方把了把脉。娘，我们没事，倒是你身体本就没好，我扶你去床上歇着吧。确定只是身体太过虚弱和劳累，没什么大问题之后，才松了口气。都是娘不好，娘没用，让你们跟着娘在这儿等死。娘对不起你们，更对不起江郎，也对不起你们大哥。他若是争点气，没有生病，说不定就能和二房一起离开了。娘，没事的，谁说我们在这里是等死？逃荒的路上说不定更危险，我们就在村里躲着，指不定就躲过去了。村里肯定不知我们没离开。他就不信了，真还能死在村里不成？对的，三哥说的对。娘亲不要哭，我们不会死的。王凤琴知道孩子这是在安慰他。小暖和小野说的对，我们不在这儿等死，等娘身体好一些，我带着你们离开就是。他就是拼了命也要把3个孩子给护好了。见亲娘不再哭了，2个小家伙都笑了起来。又说了会儿话，王凤琴就累得昏睡了过去。江一棉则是思考起了今后的打算。若是外面的战乱不严重，只是些小打小闹，或者是朝廷已经控制住了叛军，那他们躲在村子里确实会更安全。但若是战乱严重，那迟早会扩大战场，他们留在这儿就是等死。看来他得去打听打听消息才是，可不能坐以待毙。他连忙起身把院子里的粮食搬进屋里，又嘱咐小野把门关紧，不要随便给人开门。之后就一个人出了江家。这会儿村子里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径直朝镇上走去。商铺酒楼全都紧闭着，估计已经人去楼空了。就是偶尔遇见零星几个人，也都是脚步匆匆，明显是也打算离开。眼前这情况也不用问了，朝廷必然是没有控制住那些叛军，那他们若是待在村里，确实是死路一条啊。为今之计，应该是多囤点粮食躲进山里才对，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。若是他的空间还在就好了，他以前可是在空间里囤了不少东西，就是等着万一有一天末世来临，他也好有个准备。谁曾想末世没等到，他倒是先穿越了。正想着，他只觉得眉心一痛，眼前一阵白光闪过，他整个人就出现在了自个儿的空间里。就见空间里摆得整整齐齐的米面粮油，以及各种冷冻的肉类和矿泉水。这下好了，没白穿越。简单清点了一下空间里的东西，江一棉都有些后悔。空间里的东西看起来不少，可他们是4个人，需要的粮食必然不少啊。这些东西就是省吃俭用，也最多够他们吃半年的。若是战争一直不结束，那他们就是不被叛军一刀砍死，也要先饿死了。如此想着，他就把主意打在了镇上那些铺子和大户人家的院里。既然是逃荒，那些人为了保命，自然带不了太多东西，他去捡漏就行了呀。在镇上搜刮一圈，到时候山里若是能开垦荒地，那自给自足，他们就是在山里待上几年也无所谓啊。嘿，就这么办。江一棉先是去了镇上最大的米铺，几经搜寻，终于在地窖里找到了藏着的数百斤白米和白面，还有一些杂米。这明显就是店铺掌柜的特意藏起来的。可惜遇上了江一棉，他大手一挥，直接连带着米仓都收进了空间。又在米铺四处找寻了一番，确定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了，才去了下一间铺子。一连去了几个铺子的江一棉都扑了空，铺子里空空如也。这些人明显是早就收到消息，各种贵重物品全都转移得干干净净的。几处宅院也是如此，全都收拾了个干净。江一棉只在厨房找到些没被带走的米和菜，就一并收进了空间。好在杂货铺里还有不少没被带走的东西，各种调味品和锅碗瓢盆以及各种种子全都被江一棉给收走了。他之后又去了一家成衣铺，只找到一些颜色一般的布匹和样式老套的成衣，以及一些没用的棉花和麻线。这些东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稻草，也全都一股脑的收走了。最后他又去了间药铺，
里面的药材倒是大多数还在。江一棉只把东西收了个干净，镇子上能搜刮的地方，江一棉差不多都去了，收获说不上丰厚，但也还不错了，至少常用的物品和吃食短时间内都不会缺了，这下可以安心在山上躲着了。等他回家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可算是回来了，一棉，你以后不要一个人瞎跑，外面很危险的。世道乱了，百姓自然也会变，烧杀抢掠必然会随处发生。他只有这3个孩子了，不能再让他们出事儿。我今天去镇上看了，基本上已经空了。那些叛军来势汹汹，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打来锦城府，这村里待不得了。唉，我又何尝不知村里待不得了？可现在我们能去哪儿啊？村里逃荒的大部队已经离开了，若只剩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逃荒，定然也是死路一条啊。他虽然没经历过逃荒，可也听村里的老人们说过，逃荒的时候就是坏人最多的时候，人为了一口吃的什么都干得出来，烧杀抢掠一子而食。他光是听着就觉得毛骨悚然。他一个女人家，还带着3个孩子，定然不可能活着去到安全的地方。小野和小暖儿一听这话，情绪瞬间就低落了下来。不去逃荒，我们进山。山里猛禽多，里面危险重重，不会比外面安全。况且我们没有那么多粮食，就是侥幸没遇上野兽，我们也会饿死的呀。杏花村里住着几百口人呢，可上山打猎的却没有几个，因为大家都深知山里危险，野兽横行，就是挖野菜都只敢在山外转悠。娘说的没错，山里确实危险，但进山总比在外面等死好啊。至于吃的，靠山吃山，娘觉得我们会饿死吗？山里的危险不计其数，可能让人活下来的东西也是数不胜数啊。你说的对，进山比在这等死强。听你的，我们明日天一亮就进山。不管是进山还是去逃荒，亦或是留在村里，都有危险，但进山至少会让他觉得是有希望的。只要能找到隐秘的地方躲起来，说不定就能躲过这一次战乱呢。江一棉松了口气，好在对方不是个固执不知变通的人，不然还真的有些麻烦呢。杏花村的后面山连着山，连绵一片，只要进去找到地方躲起来，不被人发现，应当是能躲过这次战乱的。他敢保证，在山里肯定要比外面安全。正想着，屋外就响起了一道急促的敲门声。凤琴姐，一棉，小姐，你们还在吗？打开院门，就见一个面色枯黄的小妇人站在门口。江一棉有些意外，他还以为村子里的人都走了，可没想到竟然还有人。对方的小腹微微隆起，明显是有好几个月的身孕了。刘小云看见江一棉有些惊讶，随即又叹了口气说：唉，你们竟真没走，那江老头和吴婆子真不是个东西，居然真把你们给丢下了。原本听狗剩说在村里看见了江一棉，他还不信，那老江家的竟没一个好东西，居然真的忍心把几个孩子留下来等死。同为女人，她知道带孩子的难，更别提王凤琴还生着病，到时候若真是撒手人寰了，那几个孩子怕是就遭殃了。他们一个村的自然是要相互照应些的。江一棉认出对方是村口宋家的人。你们没离开，是打算一直在村里吗？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，我男人前些日子不小心从山上摔了下来，现在还瘫在床上，我又怀孕了，狗剩也还是个孩子，就我们这几个人要真去逃荒，说不定半路上就出事儿了。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。我今日发现村里还有好几户人家都没有离开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打算进山。你们跟我们一起进山吧，好有个照应。凤琴姐如今生了病，估计也不好照顾你们几个孩子。知道对方是好意，特意来叫他们，是想互相照应，正好有个伴儿。但江一棉却不打算和村里人一块儿。先不说他有空间这个秘密，人多眼杂不方便拿东西，就说这人一多就容易发生争执，这么个乱世，发生矛盾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多谢婶子好意，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一起了，
你们如果上山的话，不必等我们。啊，好，那你们照顾好自己，这村儿躲不得了。你们不跟我们一起，也要赶紧上山，找个地方躲一躲才是。见人离开，才关上院门进了屋子。第二天，一连走了大半个时辰，山顶还是遥遥的看不见，可几个人就已经累得不得不在一旁休息了。两个小的拿着自己的小包袱，倒是没什么重量，但也都累得满头大汗，脸颊通红的。王凤琴就更不用说了，整个人脸色苍白的厉害。娘，我背你吧，一会儿太阳出来了会更难受的。他们若不快点上山，一到了午时，力气就会消失得更快。炎热事小，就怕中了暑啊。把背篓背在身前，就半蹲下身，准备背王凤琴。姐姐，背篓我来背吧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背得动。我若是背不动了，再让你背。开玩笑，这背篓要是交出去，他怎么解释啊？左右背篓也不重，背个人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见姐姐坚持，也只好作罢，心里却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快快长大，好保护家里的人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花了3个多时辰，江一绵一行人才终于顶着烈日上了山。唉，还是高看了这副身体呀，要不是在路上歇了几次，再加上他意志坚定，怕不是都得直接瘫软在半山腰爬不起来了。等在山上安顿好了，也是该好好强身健体了，不然到时候遇见危险，他跑都跑不动。休息了好一会儿，又喝了不少的水，江一绵这才觉得找回了自个儿的双腿。都饿了吧？先吃点菜饼垫垫肚子，等日头小一点啊，我们找到落脚的地儿，娘再给你们做好吃的啊。江一绵这会儿就有些吃不下了，才嚼着菜饼子，想着落脚的事儿。这里山连着山，一个山头过去是一个更大的山头，不管怎么住都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。最好的就是能找到隐蔽的山洞，但却有些困难。那些山洞不是住着什么猛兽，就是藏在各种森林之中，光是路上可能遇见的危险就是数不胜数。找山洞这事儿急不来，至少眼下不可能一下找到，还是得从长计议。正想着，就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伴随着粗喘的呼吸。没想到刘家这几个人也没跟着村长离开。江一绵看了眼刘家的4口人，照理说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个孩子还有老头跟着去逃荒也是可以的，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拖累啊。应当是舍不下住了几十年的村子和那些整日忙活的地吧。简单打过招呼，就在不远处的树荫下席地而坐，显然也是累得够呛。刘家几口人歇了会儿，就开始忙碌起来。几个人从林子里找来一些枯树，又把带来的油布拿了出来，明显是打算就在这儿搭窝棚了。江一绵看了眼周围茂密的树林，又朝山下看了看，瞬间了然，这里视野开阔，能刚好看见村里的地，但因为还在外围，倒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大型的野兽，所以在这里落脚倒也算是个好地方。王凤琴显然也动了心思，一绵，要不我们也在这儿落脚吧，省得再继续找地方。若是走得深了，难保不会遇上什么野兽，到时候更麻烦了。这里不安全，山下若来人会被发现的。这视野开阔是可以看见村里的地，但村里的人也能注意到这儿啊，尤其还搭着窝棚，到时候还要生火做饭，这炊烟一起，山下定然会知道山上住着人。若是来了些流民倒还好说，最多抢些粮食，可要是遇上什么穷凶极恶的流寇和叛军，那指不定就会杀人灭口了。大家都是些只知道在地里刨食的泥腿子，哪见识过什么亡命之徒啊，指不定还会说他危言耸听呢。我去告诉他们一声。王凤琴走过去对着刘家人说了几句，却见对方摆了摆手，明显是打算在这儿住下了。危险没来临前，没有人会知道到底有多可怕。几个人又歇了会儿，才背上东西朝林子深处走去。
又走了2刻钟才穿过那片小树林，见不远处又是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江一绵才作罢，先在这儿住吧。短时间内估计是找不到什么山洞了，再走下去指不定就是更深的密林了，到时候估计会遇上什么危险。暂时就在这儿搭个窝棚住下吧，剩下的就只能再做打算了。这里好，后面那片林子遮着，右边又是断崖，我们小心些，村里就是来人也看不见这儿。江一绵从背篓里拿出柴刀，就开始清理周围长着的灌木丛。小野和王凤琴则是用镰刀割着周围的杂草和根茎。小暖儿见几个人都忙碌着，伸着小手拔拽着地上的草，奈何他的力气太小了，他一用力却只拽断了地上的嫩芽，还摔了个屁股墩儿。草坏，害小暖儿摔跤。小暖成了大花脸喽！小暖儿别吃，那个草有毒。小暖儿听话，不吃。姐姐，我会不会被毒死呀？他就是想尝尝那白色的汁液是不是甜的。没事，毒性不大，小暖儿只舔了一口，不会出事的。几个人一听说没事儿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几个人又忙碌了1个时辰，终于清理出一块空地来。等到搭好窝棚的时候，林子里也在此时传来了几个人的脚步声。远远的就瞧见刘小云背着大包小包的，身边还跟着个10来岁的少年，少年背上还背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。小云怎么这个时候才上山？其他人呢？昨日听说刘小云要跟着村里人一起，他还以为对方会早早上山找地方落脚呢，没曾想竟快天黑了才上来。呸！什么村里人？早上磨磨唧唧不上山就算了，刚才一上山见刘家附近有空地，就赶紧抢占好地方搭上窝棚了。原本我们也打算在那里搭窝棚，却被王二狗夫妻抢占了。要不是这天色快暗了，我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最可气的还是一起上山的那几家，竟没一个人帮他们说话的，纷纷劝他们重新找地儿，明明是他们先占的地方。狗剩见娘亲生气了，只好敛下脸上的不满，拿出柴刀砍着周围的灌木，一下比一下更用力，像是在出气一般。刘小云一家的窝棚也搭了起来，挨着林子，和江家的倒是隔了好长一段距离。因为没有床板，地上又凉，他特意去找了些干草和枯叶，打算铺在地上，再铺被子将就一晚，等天亮再去找竹子做床板。晚上吃的是稀粥和野菜饼，几个人都吃得很满足，毕竟累了一天，倒是没什么可挑剔的。小暖儿和小野因为白日走了太多的路，吃过饭就窝在被子里睡觉了。王凤琴则是因为身体虚弱，早早昏睡了过去。江一绵熄灭窝棚外的火，又在2家窝棚附近撒了些驱虫粉，正要离开，就听见旁边窝棚里传来轻声的哭泣。他脚步顿了顿，看了那窝棚一眼，才去睡觉。说是睡觉，他也睡得不怎么踏实，神经时刻都紧绷着，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，生怕出什么事儿。直到天亮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等江一绵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日上3竿了。山里头昼夜温差大，白日里艳阳高照能晒死人，晚上小风一吹，冷得让人直打哆嗦。一绵，这粥还热着呢，你快吃。江一绵应了声，喝了碗加了萝卜干和野菜的咸粥，就一个人带着背篓去找竹林了。袁申以前跟着沈大壮一起上过山，记忆中在山上见过一片竹林，找了一圈，愣是没看见竹林，不过倒是让他发现了一地的荠菜，用来包荠菜馅的饺子最是鲜美了。他以前空闲的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山上了，遍地的野菜和各种药材看得他眼花缭乱的。他也在山上遇见了一个有趣的老太太，跟着那老太太学了不少东西，惊叹一声，他就懒得再想那些前尘往事，只顾埋头挖荠菜了。江一绵就挖了小半背篓的新鲜荠菜。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，
终于在不远处的山坡上看见了那片熟悉的竹林。还没来得及为找到竹林而高兴，他就先一步看见了竹林里那些从地里冒出头的竹笋。他倒是忘了，这个时节正是吃竹笋的好时候啊。若是吃不完，晾晒成笋干，那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。一想到那滋味儿，江一棉就忍不住流口水。今天他一定得吃点新鲜的。直到背篓里已经装不下了，江一棉才没再掰竹笋，开始砍竹子。因为力道不够，几根竹子砍完，他已经累得瘫软在地。唉，不行，若是一直吃野菜喝稀粥的，他别说恢复成以前那样了，就是多跑几步都得大喘气。还有吃肉，还有补身体。想着，他从空间里拿出一大块五花肉塞进了背篓里，又拿出了一些在镇上搜刮来的猪油也塞了进去。等到没那么累了，他才背起背篓，拖着竹子往回走。渴了吧？喝点水。小野在前面找到处水洼，里面都是泉水，凉悠悠的。水呢？还是滚过之后再喝，不然容易闹肚子。王凤琴笑着点头。小野他们去哪儿了？在那林子里拾柴。见刘小云正在窝棚里照顾她男人，这才拉着王凤琴进了自家窝棚。怎么掰这么多笋啊？这东西涩口的紧，入不了口的，快丢了。村里以前不少人都掰过笋，吃过之后都说难吃的入不了口，那味道真是难以下咽，口味古怪不说，还带着些涩麻感。娘，你放心，笋子只要煮水之后啊，就不会涩了。行吧，那我一会儿试试。左右他们粮食也不多，发现一种能吃的野菜那也是好的呀，至少就不会那么轻易饿死了。一棉，这肉哪儿来的？那个，昨日我不是去镇上打听消息吗？这是那猪肉铺里没来得及带走的，我瞧着不少人在里面翻找，就也去了。没想到是这么大一块五花肉，因着怕人惦记，我就没敢声张。唉，这世道真是乱了。娘，小野和小暖儿都还在长身体呢，你也这么瘦，是该吃些肉，好好的补一补的。好，会给你做的，小馋猫。连忙把猪油和五花肉接过去藏好。江一棉则是去林子里找小野和小暖儿了。你干嘛？这柴是我找的。快步走了过去。这个人是杏花村里有名的懒汉王二狗，也是昨日抢狗剩他们落脚地的人。什么你的？这柴火明明是我拾的，一边去！姐姐，那是我捡的柴火，才不是他的。你们家大人呢？哦，我忘了，江老头已经把你们丢下了。王凤琴那病秧子，估计也没工夫管教你们，才让你们光天化日在这说谎是吧？正好，爷爷我今天来管教你们。捡起地上的树枝就朝那伸出的手抽了过去。呀，我可是你长辈，都敢打人了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们一番。说着就要撸起袖子打人了。刘小云这会儿刚进来捡柴火。王二狗，你想干啥？你还想对几个孩子动手吗？你要不要脸？瞪了刘小云一眼，就要拎着柴火离开。把柴放下，这是我弟弟捡的。就听见刘老头冷喝一声：哼，王二狗，你以前在村里偷鸡摸狗懒惰成性就算了，一点柴火都不愿意捡，还不如一个小孩，真替你老王家丢脸。这几日大家都因为叛军一事忧心忡忡，时刻担心村子会不会被毁，自己会不会丢命，会不会饿死，总归就是操心要怎么活下去。可王二狗倒好，还跟在村子里一样懒，不想着怎么活命，反倒还和几个小孩争论起来了。都是一个村的，到时候王二狗家没米少盐的，少不得要让他们救济。这乱世，大家的米可都是有限的，哪能日日救济一个懒汉呀？这一通毫不留情的话，只让王二狗有些没脸，丢下手里的柴火就跑进了林子，可心里却暗暗的把几个人都给记恨上了。江一棉带着2个小家伙回去的时候，王凤琴已经做好了饭，难得的没有煮清汤寡水的粥，而是煮了一锅疙瘩汤。
老远都能看见汤面上漂浮着的油花，瞧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那青石板上还放着一盘凉拌荠菜和竹笋炒肉呢。娘，这哪来的肉？好香啊！村里的孩子除去过年过节，家里都很少买肉，平日里一点荤腥都见不到。再加上一大家子的人吃，每个人能分到的肉也有限。猛地一瞧见笋里炒着的大肉片儿，小野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才确定真的是肉片儿。小暖儿也盯着那肉直流口水，使劲嗅着空气里的香味儿，恨不得把小脑袋都埋进菜里。告诉两个人肉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一听说是姐姐找来的，两个小家伙的眼睛都冒着星星，满眼都是崇拜。江一棉有些受不住那炽热的眼神，干笑了2声。尝一尝，笋好不好吃啊？这是笋，能吃吗？他可还记得以前贪玩去竹林掰笋，被那满口的馊味给吓到的事儿呢。谁知道会那么难吃啊？今天好不容易吃一回肉，怎么跟这东西还炒一块儿了呀？心里越想越是幽怨，盯着盘里的肉，夹也不是，不夹也不是。小暖儿却没有这么多顾虑，立马就夹起一块喂进嘴里。笋真好吃，小暖儿喜欢。见娘亲和姐姐都面色如常地吃了笋，才试探性地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。我的天，入口就是竹笋的鲜嫩爽口，还混合着五花肉的鲜香。好吃，这笋咋这么好吃，一点也不麻不涩。小野一边说，一边又夹了一大块笋塞进嘴里。还是一棉聪明，知道要用水煮去涩味儿，不然呐，我这辈子都不知道笋还能这么好吃。一想起以前村里人丢的笋，他就有些心疼。这一顿饭几个人都吃得很满足，江一棉也难得的吃撑着了，只觉得有了肉那才叫饭菜呢。下午王秀琴带着小野和小暖儿去附近挖野菜了，江一棉没出去，在窝棚外收拾起砍回来的竹子，量好窝棚的大小，又把它们砍得长短一致，选了几节比较粗的，就把竹子劈开做了一个简易的竹板床。一棉姐，我今天挖了不少灰菜，分给你们一些。不用了，你们留着吃吧，我还挖了些荠菜，你带一点回去吧。一出来就见狗剩盯着地上的竹子发呆。一棉姐，你这竹子是在哪儿砍的？能告诉我吗？山里头晚上冷，地上就更冷了。爹爹本就摔坏了腿，只能瘫在床上，他也想给爹爹做个床板，好不用睡在地上。地里的寒气再一入体，以后怕是就更难好了。还有娘亲怀着孕，整日还不得清闲，四处忙碌着，晚上还要睡在冷冰冰的地上，身体定然会受不了。那片密林后面的斜坡上，你明日跟我一起去吧。知道对方是担心爹娘，明天他正好还想去掰些笋回来，带上对方也不碍事。谢谢一棉姐。狗剩瞧着还有些剩余的竹片，我以前跟着爷爷做过竹筏，都是差不多的手法，我帮你固定，定弄得结结实实。有了狗剩的帮助，就又帮着在竹板上固定了几根，确定几个人不会压塌竹板。可惜啊，现在没有桐油，这竹板可能会生虫，你们到时候啊要注意一些。没想到眼前这10来岁的小少年懂得倒挺多的。等到晚上，睡在晾了一下午的竹板上，小暖儿开心地在床上蹦蹦跳跳的。见竹床在小暖儿的蹦跳下依旧结实，狗剩这手艺啊，真是得了他爷爷真传了。若是他爹没出事儿，他们在镇上开间铺子啊，定然是村里过得最好的。下午瞧着狗剩的手法就知道是个熟手，明显就是从小耳濡目染过来的。若是家里没出事儿，定是能早早出师照看着家里的活计了。狗剩家这会儿却是一阵沉默，只能听见刘小云刻意压低的抽泣声。狗剩瞧着自己爹躺在地上死死闭着眼睛，满身绝望的样子，强忍着泪水说：娘，我给爹换条裤子，你先出去。这样的事情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，早就习惯了。
爹爹不能忍受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能动弹，就是拉屎撒尿也要别人帮忙的废物，对着他们也没了往日的好脾气。娘每每被爹骂，被爹赶，也只能在一旁小声哭泣。明明爹娘以前那样恩爱，对她也很好的，她看得心疼，却什么也帮不上。眼眶里的泪水顺着脸颊滑下来，滴落在陈铁柱的胳膊上，只烫得他浑身颤抖。第二天，一到竹林，狗剩就挑了几根竹子开始砍。江一棉则是一边掰着竹笋，一边四处瞧着，却见竹林外的山坡上长着不少熟悉的树。一走近，竟然真是观音柴。观音柴又叫凉粉叶、六月冻，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眼下虽还没入夏，但烈日高照，50的气温已经不低了，能吃上一碗带着凉意的观音豆腐，别提有多舒爽了。一棉姐，弄了半天你就去摘树叶了，这叶子又不好吃，村里不少人都拿来喂猪的。一棉姐，要不我带你去挖野菜吧？刚才只顾着砍竹子，没注意到对方在干什么，这会儿一见满背篓的竹笋，他就觉得嘴巴开始发麻了。还有那树叶，竹笋很好吃的，只要用水煮过之后就不会发涩发麻了。至于这叶子，等我做好了吃时给你送去尝尝。不，一棉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话落就撒丫子跑了，这可不怪他呀，只能怪对方没这口福喽。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已经过了50。娘，你看我砍了这么些竹子，等晚上我们就不用睡在地上了。江一棉一进窝棚就开始忙碌起来，顾不上吃饭，先把摘来的观音柴叶片清洗干净，又把叶子浸泡在锅里的热水中，用筷子不停搅拌，待锅中的清水变成绿色，他就找来了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揉搓出叶子的汁液，就得到了一盆染着观音柴汁液的水。一棉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水瞧着黄绿黄绿的，不能喝了吧？做好吃的。姐，这水瞧着就不好喝，你快别弄了，来吃饭吧。不懂欣赏，一会儿就让他们大开眼界。他又找来一些草木灰放进碗里。一棉，这草木灰可不能吃。娘，没事的，可以吃，你不用担心。就见那碗草木灰水已经倒进了盆里，在盆里翻拌均匀。娘，先去吃饭吧，估计吃完饭就好了。这东西一会儿不是还要叫他们吃吧？那他可有些不敢吃了。吃完饭就想出去找点事儿做。娘，你们快来吃观音豆腐。王凤琴几个人听着却有些忐忑了，犹犹豫豫地走过去。此刻已经变成满盆透亮的青绿了，不像是水，除却颜色倒是真的和豆腐似的。姐，你是不是会变戏法啊？我真厉害，加入已经化好的麦芽糖水。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入口就是冰冰凉凉滑不溜秋的，没有草木灰的味道，只带着清香，还混合着糖水的甜味儿。这味道可真好，冰冰凉凉的。尤其是这会儿日头正大的时候，冰凉的观音豆腐一入口，让他整个人都舒坦起来，连心头的那点灼热都减轻了不少。一听这话，小野也迫不及待地拿起勺子挖出一块进了嘴，一边吃还一边连连点头。好吃，甜甜的。一小碗观音豆腐很快就被几个人给分完了。这东西好啊，不仅好吃，还能填饱肚子。有了这东西啊，若是我们的米面吃完了，就不用挨饿了。这观音豆腐虽好，但也只能春夏秋吃。正想着，他却没说出口。他娘难得放下心里的忧虑，没必要再平白让对方担心了。再说，就是没有观音豆腐，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东西，他是不会让家里人饿死在这山上的。江家的窝棚里有观音豆腐，其他家的窝棚里却没有。王二狗看着锅里煮着的野菜糊糊，又是野菜糊糊，谁不是啊？山里也就是些野菜，屋主户户就那点粮食，吃饱几顿，我们就在这儿等死吧。要不是被这厮哄骗，她怎么会嫁来杏花村呢？前些日子婆婆也去世了，地里的庄稼也没人照看，
他们也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了。本想着等过一段时间其他人的粮食长起来，他们就去偷一些，哪曾想粮食还没长起来就遇上了战乱，匆匆忙忙跑上山，粮食没多少，两人又都是懒虫，只能靠着野菜糊糊度日。哎，好媳妇儿，别生气，等过些日子山下安全了，我去把我娘藏的银钗给刨出来，到时候去换点粮食，定不会苦了你的。谁知道山下什么情况？你敢下去吗？万一遇上什么流民乱兵的，你几条小命够砍的？虽然是想吃饱，但他还没狠心到要自己男人去冒险。山下定然是已经乱了，村里这几日空空荡荡的，一点人气都没有，瞧着就瘆人。王二狗一时也没了主意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再吃这些野菜糊糊了。再这么吃下去，他觉得自己都要变成野菜糊糊了。张氏就朝着附近几家窝棚看了过去。我们家没粮，其他人总有吧，你去借点就是了，大不了等日子安稳下来再还呗。王二狗被自家媳妇一提醒，反倒是有了主意。那些人借不借的都难说，他也懒得去讨骂，总归都是借，他偷偷的借不就行了吗？如此想着，顶着太阳四处转了起来。狗剩这会儿正在窝棚前的空地上劈竹子做床，一抬头就见娘亲愁眉苦脸的从林子里走了出来。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这些日子娘亲吃不好睡不好的，肚子里的妹妹定然也不好受。唉，这附近的野菜都没了，这才上山几天就这样，万一时间长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一个冬天过去，家里的存粮本就不多了，再加上当时为了治疗铁柱的腿伤，家里还卖了不少的粮食，如今余下的就更少了。若是战乱一直持续，他们在山上非得饿死不可。娘，要不过些日子我下山去瞧瞧，把家里那些种子带上来，到时候就算是种些菜也好，总不至于真的饿死在这儿。那日上山匆忙，他就只把家里的粮食和需要用的东西带上了，其他的一概都没拿。地窖里应当还有不少种子呢，若是能在山上种地，他们也就不用担心口粮的问题了。刘小云这才点了点头，不只是他们在考虑种地的事儿，江一绵也在思考。上山的这几日，他每天除去挖野菜找吃时，就是在考虑种地的事儿。空间里虽然有不少粮食，但终究是有限的。他们若想好好过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囤粮。现夏已经快入夏了，正是种庄稼的好时节，若是再吃下去，可就要错过了。窝棚附近都是些茂密的林子和各种石子地，种地基本是不可能的。要想种地，还真是不简单呢。江一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只是继续在山上四处搜寻着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又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江一绵发现了一条长满水芹菜的小沟，满是青绿的茎叶，在草丛里很不起眼。若不仔细看，怕是会误以为只是些平平无奇的杂草。江一绵有些开心，水芹菜喜湿，一般生长在土地湿润的沟渠田埂边，这样的地方也是最适合种植水稻的。果不其然，让他发现了一大块长满杂草的平地，不算太大，但能在满是山坡碎石的山里找到这样一大块平整的土地，可真是有些不太容易。既然决定了种地，江一绵也就没再耽搁，拿着镰刀就开始割起地上的杂草来。等到天色渐暗，茂密的杂草堪堪才割完了一半，看着还剩下一大半的杂草，江一绵非但没觉得累，反而还充满了干劲儿。记下了位置，又掐了些水芹菜的嫩尖儿，江一绵才背着背篓回了家。这会儿，窝棚外点燃了小小一簇火堆，王凤琴和两个孩子在火堆旁不停地张望着，待看见林子里终于出现的人影儿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山里危险，四处又都是树林杂草的，要是遇上什么蛇虫的可怎么办呢？下次可要早点回来啊。
眼看着天黑了，人还没影儿，王凤琴担心的不行，偏偏身边还有2个孩子，她也不能丢下，就只好在窝棚外点燃了一小堆火，为对方照路，嘴上什么都没说，心里却觉得格外温暖。以前她一个人过惯了，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还不太习惯王凤琴和2个小孩的亲密，可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她只觉得有家人在身旁的日子格外的开心。晚饭除了凉拌荠菜，王凤琴还做了盘灰灰菜炒鸡蛋。中午的观音豆腐她用油盐拌了拌，味道也可口喜人。就是喝着稀饭，几个人也吃得很饱。吃过饭，王凤琴就把2个小孩哄睡着了。我那会儿去附近拾柴火，似乎瞧见村里有炊烟升起，村里好像还有人，也不知是他看花眼了还是怎么的，就看见一缕炊烟从村里升腾起来，又很快消失了。江一棉神色一顿，眉头也紧锁起来。若那炊烟是些普通的流民倒还好说，若是些穷凶极恶的人，他们在山上可是有危险了。娘，我们这几日生火做饭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山下的人发现了。最好呢是在林间起雾的时候做，晚上也尽量不要点火堆。他们这地方虽然背着村子，但若是在晚上有火光出现，还是能被山下的人看见的。王凤琴点点头，熄灭了火堆就去睡觉了。江一棉睡眠本就浅，再加上一直留神注意着外面，因此有人刚伸手掀开窝棚时，他就一脚把人给踹了出去，顾不得捡地上掉落的袋子，连滚带爬的就跑进了林子。江一棉看了眼地上的小布袋，这才发现里面竟是些碎米，估计是那个人偷来的。一棉怎么了？你是要去起夜吗？娘陪你去。没事，娘快睡吧。说罢也重新躺在了床上。第二天，隔着一大片林子，江一棉都能听见那些人的骂声。哎，哪个王八蛋杀千刀的，大晚上来我家窝棚里偷粮食，妈的，杀得满地都是。我家粮食也少了，哪个不要脸的大晚上来偷东西？若让我逮住是谁，我非扒了他的皮。就是，真不要脸，我家也少了。这其中还混合着王二狗时不时的附和，众人却都没怎么理会他，骂了几句就藏好自己的粮食，生怕再被惦记上。凤琴姐，怎么样？你家窝棚里的东西少了吗？我家少了些粮食，那贼真是不要脸，竟都偷到这儿来了。家里的粮食本就没多少，这还遭了贼，也不知道能在山上撑多久。我家窝棚里好像没有，瞧着干干净净的，不像是有人来过啊。怎么样，知道是谁偷的吗？这山上人又不多，能大晚上摸黑来偷东西的人定只有那一个，别人都是要脸的。除了王二狗，谁还能干出这种事儿？若不是粮食丢的不多，再加上估计都是一个村的，想给对方留点脸面，定然就找上门去了。婶子，这个应该是你家的米吧？是，这是我家的米。一棉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陈家去年的米收成不好，没收上来多少不说，好不容易脱了壳，还全都碎了。因为不好换钱，所以村里人都知道这个情况。这会儿一看见布袋里长短不一的碎米，着实把他惊喜坏了。江一棉只把昨晚的事儿如实说了。哼，这不要脸的东西！幸好一棉你机警，不然我们2家窝棚都会遭殃。多谢你了。见人走了，是不是那会儿我以为你起夜时来的？有没有受伤？哎，都怪我。娘，我没事，那人一来呀就被我踹出去了。我很厉害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倒是你这几日气色好不容易好了些，一定不能再忧虑过重，加重病情了。以后啊，我跟你一起去挖野菜吧。你一个小姑娘家的，一个人在林子里走，我不放心。娘，你和我一起去挖野菜，那小野和小暖儿怎么办？他们2个在这儿才是真的不安全呢。再说了，你身子还没好，哪里走得动啊？眼下窝棚附近能吃的东西早就没了，他们想找些吃的，只能去更远的地方。
江一绵又是好一阵安抚解释，保证自己每天天黑前定然会回来。他这才放下心来。吃过早饭，江一绵就拿着镰刀和锄头，背着背篓去了昨天找到的那块地儿。这个地方距离窝棚有些远，一来一回需要不少的时间，中午就在这将就一顿，晚上再回去。种地这事儿他还没告诉家里人，还不确定能不能成功，他不想让家里人白高兴一场，却猛地瞥见沟渠上方开着的一株株白色小花，一凑近才发现那是几株长势正好的党参。王凤琴的身体本就虚弱，暂时也没有比党参更好的滋补之物了，眼见日头已经往下走了，才又开始挖起地来。这块地靠近沟渠，土地湿润肥沃，不管是用来种苞米还是蓄水种植水稻都可以。虽然面积不大，但若是好好打理，还是能够一家人的吃食的。到时候他再四处找找看，若是再能找到种其他农作物的地，那在山上也就不用愁粮食了。晚饭吃的是党参熬粥，因着有水芹菜炒肉和一碗咸口的观音豆腐，小野和小暖儿也是足足吃了2碗才放下筷子。只觉得在山上的日子比以前在村子里还要好，不仅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，还时不时能吃上顿肉，这在以前他是想都不敢想的。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连药材都认识？还有那观音豆腐，我见都没见过，你却知道方法还能做出来。谁能想到几片常见的树叶就能做出好吃的观音豆腐来？王凤琴收拾碗筷的手一顿，心里也有些疑惑。一绵这些日子似乎真的有些不一样了，不仅知道了那么多吃食，胆子还大了不少。尤其是要粮的那一日，以前的一绵怎么敢威胁吴婆子呀？每一次见到对方就害怕的直躲，更别提拿着断桌腿吓唬人了。那日他只以为是一绵气急才做出来的，可现在想想，平日的一绵就是再生气也不敢那样对自己的长辈呀，更没有那样的魄力，说要分粮就分粮，一点都不带含糊的。正想着，就听江一绵随口说：“我是跟着外公学的，小时候经常看见外公采药，偷学了不少东西呢。”左右外公已经去世，死无对证了，家里人就是怀疑，也没证据证明他不是原来的江一绵。小野一听这话，当即有些后悔地嘟囔起来：“早知道我以前也跟着外公一起采药，也不至于现在什么都不知道。”王凤琴被这话给逗笑了。那会儿啊，你路都还走不稳呢，采什么药啊？小暖儿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采什么药？这下是让几个人笑得更大声了。他就是想像姐姐一样厉害嘛，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。你若是想认识药材，我教你就是了，一定能让你学会的。好，我要学，我要像姐姐一样厉害。我也要学。他要知道好多好多好吃的，不让家里人饿肚肚。好，教，我都教。王秀琴看着几个孩子，心里也愈贴了几分。一绵性子变没变，那都是他的孩子，只要几个孩子能平安健康，一切就都好了。入了夜，晴了好几日的老天爷下起了雨，啪嗒啪嗒落在窝棚上，直吵得人难以入眠。心里还有些庆幸，还好有着竹板床，不然他们今晚可就要睡在泥巴地里了。然而王二狗家的窝棚就没有那么好运了，睡得正香，就感觉身下的被子湿哒哒一片，寒气还直往骨头缝里钻，冷得瘆人。就知道睡，下雨了，赶紧滚起来，被子都湿了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下雨了？走，别收拾了，我们去别人家窝棚睡一晚。因着下雨，这会儿几家都点燃了火把，在收拾着窝棚里的东西，并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。还
还好这雨下得不大，只有些雨水渗了进来。若是等过些日子雨水一多，暴雨来袭，这窝棚可住不得人了。王二狗夫妻刚掀开窝棚，就连忙笑着说：“嘿嘿，刘叔，刘大哥，嫂子，能不能在你们这睡一晚？你们放心，等雨停了，我们就回去了。”你们走开！我家可没多余的地方给你们住，出去吧，别吓到我孩子。若是在以前，他们或许会帮扶一把，可现在也不从村里把东西拿上来，这下后悔了，晚了。去！我这窝棚小，容不下你们2个人。昨日才刚丢了粮，我可不敢随意放人进来。就直接把2个人给推了出去。直气的王二狗暗骂了几声，才带着张氏去问其他的人的。可一连问了好几个，不是说窝棚小没地方，就是像刘老头一样，直接把2个人给撵了出来。唉，这雨一下，山上就更冷了，只希望这雨快点停。唉，你不知道江家跟陈家怎么样了，他们2家都没有壮丁，床板肯定是没带上来的。这一下雨，地上也睡不了了，这2家可怎么过呀？本想着多多帮衬这些，奈何2家窝棚离他们有些远，这几日他又一直在山上忙碌着，没来得及去瞧瞧。大勇，你穿着蓑衣去2家瞧瞧，若是他们没有床板，就把人带到我们窝棚来，咱家这床板够大，挤一挤还是够的。刘大勇点点头，就出了窝棚。江一眠这会儿正躺在竹板床上，听着外面细细密密的雨声。凤琴嫂子，你们家怎么样？我爹说是床板不够，可以去我家窝棚里暂住。我家床板够用，多谢刘叔关心，还麻烦你冒雨跑一趟。你快回去吧，别着凉。不麻烦，刚才听小云嫂子说你们家做的床板，我还有些不信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嫂子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们。说罢，人就直接离开了。他对村里人不算了解，但上次见刘老头教训王二狗，就知道对方不是个好相处的。今日对方不仅想到他们2家的难处，还让自己的儿子冒雨前来帮忙，可见还是个热心肠的小老头。好在这雨没下多久，天一亮也就停了，这点小雨倒是没产生什么影响。除了王二狗家，瞧着着实有些狼狈，众人却没理会这2个人的狼狈，依旧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只让王二狗2个人心里一阵气闷。前些日子还说着互相照应，怎么这会儿就不搭理他们了呢？这些人就是在装模作样，嘴上说的好听，等真要到帮助的时候，就都躲得远远的，生怕被沾上。因为刚才的雨，林子里已经有不少蘑菇冒出头来，他看见了不少鸡枞菌，瞧着不甚起眼儿，却对人体十分的好，可以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呢。味道鲜美，煲汤清炒都有不一样的风味儿。江一眠一边告诉2个小家伙，一边采着鸡枞。嘿，姐姐快来，这好多蘑菇，颜色还好看，不像你说的那几种黑乎乎的。这种是不是也很香？看着好看的东西，吃起来也一定香，就像那观音豆腐似的，亮晶晶的，味道还好。小暖儿想吃这个，是让他嘴角抽了抽，连忙把2个人篮子里5颜6色、奇形怪状的蘑菇给丢得远远的。这么多的毒蘑菇，怕是能一锅端了他们江家吧？这些颜色越鲜亮的蘑菇，毒素越大，可不能吃啊！吃一个去见太奶，吃2个见祖宗，吃这一堆就直接原地升天啦！直到江一眠教会2个人采蘑菇之歌，2个小家伙才兴冲冲的边唱边继续采起蘑菇来。红伞伞，白杆杆，吃完一起躺板板，躺板板，埋山上，亲朋都来吃饭饭。 2小只是越唱越起劲儿，倒是也没那么害怕了。正要回去，就瞧见石缝里长出的蘑菇，这可是羊肚菌啊！
有益肠胃、助消化，还有补肾壮阳的功效呢。它的香味独特，营养也很丰富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他又四下找了找，倒还真让他找到了不少，于是就全都摘下来丢进了背篓。瞧见背篓里满满当当的蘑菇，他才心满意足地带着2小只往回走。刚出了林子，一棉姐，那竹笋真的能吃？他昨天告诉娘，竹笋滚了水之后就能去色。今天一早，娘就炒了一大盘的竹笋，这可让他大饱口福了。我姐姐很厉害的，知道好多好多好吃的，跟着姐姐走准没错。姐姐最厉害。狗剩也连连点头。他娘都说了，在村子里生活几十年的人都没发现竹笋煮过之后就能去色，这足以证明一棉姐有多厉害。可江一棉却从中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儿。昨晚下雨，你家粮食怎么样？有没有被淋湿？娘一发现下雨，就把粮食放到了床板上，没被淋湿。就是被淋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左右也没多少。江一棉见果真如此。昨晚下了雨，林子有不少蘑菇冒出了头，我们采了不少。一会儿你也去采一些吧，让小野跟着你，别采到毒蘑菇了。一棉姐定然是教了小野认蘑菇的，那她跟着采肯定不会出错。经过了竹笋这件事之后，狗剩是一点都不会怀疑江一棉了，只觉得江一棉聪明又厉害。一棉姐，你明日要不要下山，或者要不要带什么东西？你要下山？外面的情况他们还不清楚，就这样贸然下山，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呢。前些日子还听娘亲说，村里似乎有人。我家地窖里还有不少种子，我想着带上山来，看看能不能在山上继续种地。家里粮食不多了，就只能试试看能不能在山上种些东西了。江一棉想着，空间里种子不少，但多是些粮食和青菜之类的，其他的像瓜果、豆类、棉花一类的种子却没有。杏花村里虽然多数都是种植些粮食，但有几户人家也种植过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，他去搜寻一番，定是能找出来的。下山虽然有些冒险，但确实也不能一直待在山上，他还是得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如何。那明日我们一起下山。狗剩有些意外，连忙道了声好。江一棉让2小只跟着狗剩，嘱咐了句不要跑太远，就走了。一棉，你可不能下山，外面已经乱了，娘不同意你下山。她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大儿子，再也承受不了失去女儿的痛了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舍不得离开你们。但山下她确实需要去看一看。娘，我就去看看，和狗剩一起，我们2个腿脚快，一定能赶在天黑之前回来的。村子这些日子都没什么炊烟和火光，想来是因为过于偏僻，没有人过来。那你们得小心点啊，要真是遇上什么危险啊，赶紧跑，不要受伤，知不知道？炊烟一事，他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眼花了，但女儿说的也有道理。已经好些日子了，村里半点火光和生活的痕迹都没有，应当是没有人的。杏花村和镇上有些距离，又在山沟沟里，那些流民就是想抢粮食，也要去富裕的村庄才是。杏花村一穷二白的，确实不值得那些人来抢。娘放心好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倒是你，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我拿上来的？不过江家早就被吴婆子和江老头洗劫一空了，也不剩什么东西了。西屋的房梁上有你爹和大哥的几样东西，你既然要下山，就带上吧。那些东西都是她偷偷藏起来的，因为丈夫和大儿子相继离开家，许久都没有音信。吴婆子就说这2个人早就死了，不许家里再留他们的东西，嫌晦气。可王凤琴不愿相信，就把那几样东西给藏了起来。偶尔抬起头看看，会想着2个人回来瞧见，应当也是会开心的。可眼下丈夫已经失踪大半年了，这才收敛了眸子里的眼泪。第二天一早，江一棉和狗剩下山去了。一进村，2人就直奔狗剩家的地窖，找到不少瓜果蔬菜的种子。有了这些种子，他们在山上就可以种地了，到时候也就不用挨饿了。
两个人又在另一个村民家里翻找了一阵，除去找到了些蔬菜种子和棉花的种子，其余一无所获。他们又连续去了几家，却都是空空如也，余下的是满地的狼藉。这屋子里像是被抢劫了似的，村里人就是再着急逃荒，也不会把桌椅都给砸了呀。多数就是带走些粮食和常用的东西，其他的就是带不走，也会小心安置在一旁呀，只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回来。细心的人家还会特意把院子上锁，可眼下挨家挨户的大门都是大敞着，只留下满地狼藉，各种桌椅的残枝断壁和满地已经干了的泥土。江一棉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儿，逃荒那一日可是大晴天呀，院子里怎么会有那样厚重的泥沙呢？这几日也就昨天半夜下过雨，一想到村里已经来过人避雨了，那些人还极有可能没有离开，他就只觉得危险重重，连忙拉过狗剩就朝自家走。我回去拿样东西，然后我们就走，村里已经来过人了，不安全。顾不得去看村里的情况，就加快了脚步。两个人刚经过了一处低矮的屋舍，里面就传来一道不满的谩骂声。好啊，居然真埋着，还是跟这么好看的银钗，你个混蛋，这么久都不告诉我，你娘什么意思？藏着掖着，我竟一点儿也不知。上一次在山上听说，他还以为男人在胡扯呢，家里都穷得叮当响了，连个铜板都找不出来，又怎么会有银钗呀？可怜她嫁进王家这么久，听都没听那老太婆提起过，真是个没良心的老东西。我娘要是当初就告诉你，还能留到现在吗？这东西我以前都不知道，要不是我娘临死前告诉我，我哪会知道？当时他还觉得是假的呢，早就把这东西抛到脑后了。那死老太婆不仅瞒着他，还瞒着自个儿的儿子，真是心黑。哎，你看看那两个人是谁？我咋瞧着是江丫头？张氏连忙朝外看去，两个人的背篓里还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。不是江丫头又是谁？他旁边那个是陈家摊子的儿子，他们竟然也下山了。我瞧着似乎在村里搜刮了不少东西。走走走，咱俩也去找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粮食什么的。有那两个小鬼在，估计村里早就被搜刮干净了，我们这会儿去肯定会扑空，不如跟着他们，从他们那里抢点就是了。两个小鬼罢了，你还怕了不成？一想到那天晚上胸口被踹的那一脚，他就恨得牙痒痒。你死丫头力气还挺大的，一脚就给他踹出去了，到现在胸口还疼呢。江一棉和狗剩没一会儿就到了江家，狗剩在门口等着，江一棉则是直奔西屋，一个飞身起跳，一把抓住房梁上的包袱就拿了下来。打开包袱，瞧见里面都是些爹爹和大哥的衣服，他正要把包袱丢在背篓里，就被里面一个黑色质地的东西给吸引住了视线，竟是只手掌大小的小匕首，倒是平平无奇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江一棉把匕首塞进袖子里藏了起来，这时候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道男人的声音，他连忙朝屋外走去。王二狗夫妻拦在院门口。好啊，竟然真是你们，快把背篓里的东西交出来，不要仗着村里现在没人就四处偷窃，小心我送你们去见官。别说现在没有官能管，就是有，要抓也先抓你。上次你在几户人家那儿偷粮，我们可没说什么呢。可这两位倒好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，不偷都改明抢了。你一个贱蹄子，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？我男人偷什么东西了？你和这小鬼去别人家偷东西，我们可是瞧得真真的。快把东西交出来，不然我们可不客气了。你们想去偷东西啊，我管不着。这背篓里就是些种子，你们要去干啥呀？看又不顶饱，赶紧闪开，我们要回去了。这两个小鬼走了几个时辰的路下山，就是为了带些种子回去。不可能，肯定早就藏了粮食了。王二狗夫妻对视一眼，显然不相信那筐里只有种子，就直接朝着狗剩的筐里抓去。狗剩一时不察，王二狗也已经得手，看着手里的布袋只有些高兴，可还没打开，脖颈处就被抵上了一把锋利的匕首。哎，江丫头，我就是想要点粮，你别动手啊，我给你就是了。快把刀收起来，
你手滑了，我可就没命了。别动手，我不要了。两个人虽然经常在村里干些小偷小摸的事儿，但一直是欺软怕硬的，更别提被人拿着刀抵着了，什么也不敢再做了，更是忽略了眼前两个人都只是小孩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来抢我们的东西？这才知道害怕了。江一棉见狗剩拿回了东西，这才收了匕首，正要离开，走来几个男人，瞧着就不是什么善茬，个个手里拿着柴刀。江一棉暗道不好，特意打扮了一番，王二狗却已经朝着络腮胡跑了过去。这俩孩子在村里偷东西，我就是过来阻止的。话还都没说完呢，络腮胡就已经举起了柴刀，直吓得王二狗生生顿在原地，双腿已经开始打颤，生怕一个不小心扎在柴刀上丢了命。哼，不管你们是什么人，这村子如今是我赵三刀的地盘，你们要想从这儿完好无损的离开，粮食留下，以及这个女人留下。若是想在村子里停留也行，给银子就好。赵三刀的视线从江一棉的身上划过，落在了张氏身上。江一棉这会儿只庆幸打扮了一番，脸上特意涂了层泥巴，脏兮兮的。张氏被点了名，气得满心都是火气。你们这几个强盗，我可就是这杏花村的人，你们赶紧滚开才是，居然还问我们要起了银子，我呸！他是第一次经历逃荒，再加上这些日子躲在山上，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，只以为这些人是路过的普通流民。杏花村？什么杏花村啊？这儿没有杏花村，只有我赵大哥的山虎寨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赶我们走的，从天岳府一路逃过来，谁不是见着我们就吓跑了？这还是第一个敢跟我们叫板的人，我看你是找死！一个男人说着就举起柴刀要朝张氏砍去，张氏吓得双腿一软，直接就跌坐在了地上。行了，别吓着人，这些日子赶路累了，我今天不想见血，你们几个留下银子粮食，赶紧滚蛋！不行，不能走，那是我男人，我要和我男人在一起。王二狗吓得双腿更是软了几分，恨不得上前咬死张氏那个蠢货。见赵三刀果真皱着眉看向他，眸子里也露出了几分杀意。赵大哥，这确实是我的女人，但赵大哥若是看得起这女人，我就留下给你暖床了，我这就走。慢着，你们既然都是这杏花村的人，那就都留下吧。他原本是不想动这几个人的，奈何这些人不长眼，非要挑战他的底线，那就一并留下来吧，等他什么时候想杀人了再砍了泄愤。王二狗一听这话瞬间急了，还没想好怎么脱身，江一棉却见情况不对，抢先一步哑声开口：我们不是这村里的人，路过来村里想进来找找有什么东西吃，没想到只找到一些种子，几位大哥若是要，我和弟弟就把种子留下。见果真都是些种子，嫌弃地移开了视线。逃荒的路上装这么多种子干什么呀？还能吃呀？果然是两个小鬼，逃跑都不会跑。张氏听着这话却瞪大了眼睛，想要出声说些什么，又怕说错话，只好闭上了嘴。赵三刀瞬间没了兴趣。去，赶紧滚！装这些种子还当个宝，要不是我赵大哥今日心情好啊，你们就留下等死吧。就朝着旁边挥了挥手，拉着狗剩赶紧出了村子。王二狗一见两个小鬼跑了，当即有些着急。赵大哥，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也放了，我绝对不给你们惹事儿，这女人我也不要了，求你们放过我吧。王二狗，你个没心肝丧良心的东西，连自己的女人都朝外推，我呸！你算什么男人？我今天就打死你！嘿嘿，赵大哥，我这根银钗还是我娘留下来的，估计能值个几两银子，您就看在这银钗的份上放了我吧。想当年在天岳府，这种东西都入不了他的眼，奈何起了战乱，他们山寨被乱兵打散了，
那些金银珠宝也被乱兵给搜刮了去。他们为了逃命，自然也都没带着。一路逃过来，寨子里的兄弟也所剩无几了，路上就只能从这些流民身上抢吃食了。如今能抢到些碎银都是好的，这银差也算是不错的了。你既然是杏花村的，那就留下帮我做事儿吧。你媳妇儿只要安心不惹事儿，我就不动她。他们一行人刚来这村子，附近的情况还不太熟悉，若想在这儿安营扎寨，还真需要当地人带路。这地方偏僻，村后面又是连绵的山，村里躲不了还能进山去，时不时的还能从过路的流民那儿抢些东西。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个好选择。几个月逃荒下来，他们也累了，再逃下去指不定会死更多的弟兄。一想到要跟着这群人做事儿，他还想再说几句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，没有你们，我们就是多费一些时间罢了。若不想帮我大哥做事，那就跟其他流民一起陪葬吧。这吓得王二狗连连点头，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儿。而另一边，江一棉和狗剩出了村子，就绕了条远路朝着山上走了。着急忙慌赶了1个时辰的路，确定村子里的人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来了，两个人才在阴凉处吃着饼干歇息着。回想起在村里的经历，只让两个人脊背生寒。一棉姐，王二狗他们不会有事儿吧？江一棉也不确定两个人会不会死，只摇了摇头，心里却在想着赵三刀那伙人的来历。仔细回忆了一下那伙人说的话，只让他觉得有些棘手。那些人是从天岳府逃来的，也就是说战乱一开始他们就已经四处流浪了。从天岳府到锦城府，这中间的路程至少需要5个月，能在路上逃荒5个月且完好无损地来到这儿，就证明这些人不是什么善茬。而且他还听到那几个人提到了山虎寨，这些人估计是些山匪，一路上靠抢杀流民来到这儿的。若他们只是暂时停留在这儿，那还好说，最多几日这些人就要离开了。可若打算守着村子安营扎寨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不仅是过路的流民和王二狗夫妻俩，就连他们这些山上的人也会有危险的。赶紧回山，把这消息告诉大家，这伙人来者不善。王凤琴和刘小云一瞧见两个人跌跌撞撞从山下跑回来，你们2个孩子下山，倒让我们几户人都不得安心。你们娘亲都守在这儿半个时辰了。山下有一伙流民抢东西，王二狗夫妻被那些人留在下面了。这话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有流民多正常啊，王二狗留下，指不定是不想在山上住了。就是他下山住也好，省得总有人惦记我们的粮食。对呀，那小两口啊，可精明了，留在山下定是有自己的考量，不会吃亏的。我们啊，就别管他们了。那小两口整日偷鸡摸狗，懒惰成性的，如今下山呢，指定是因为偷不着粮食了。见众人明显没放在心上，狗剩不免有些着急了。不是，那伙人手里拿着柴刀，逼王二狗娘子留下，还让我们留下粮食，不然就杀了我们。众人一听，这才终于慌了神。狗剩，你们快把山下发生的事情说清楚。狗剩连忙把在杏花村里发生的事儿说了个明白，尤其提到那几个拿着柴刀的男人，众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直到听说那几个人瞧见他们是小孩，也没带什么粮食，就让两人离开了，这才松了口气儿。刘太爷，我瞧着村里那些人不是什么好惹的，听说是从天岳府那边一路逃荒过来的。刘老头一听说这人是从天岳府过来的，当即脸色大变。他虽然每日都在地里忙活，但也在镇上卖粮食听说了，战乱就是从天岳府发生的。那些人能从那么远的地方逃过来，定然是有些手段在的。村里现在有多少人，你们知道吗？狗剩摇了摇头，加上那个领头，我们遇上了6个青壮汉子，村里还有没有其他人，我们也不清楚啊。一听这话，众人都沉默了，心里都开始担忧起山上的安危来。山上原本有6户人家，走了王二狗夫妇，现在就只剩5户了。若那6个人全部上山来，他们一群老弱病残拿什么应对呀？可不就只有等死的份儿吗？